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本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却又直击心灵深处的书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The Handsomest Drowned Man in the World， 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弗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 创作。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美、死亡、孤独与重生的思考。马尔克斯，这位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家，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征服了全球读者。在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中，他用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陌生人到来的故事。这个陌生人，一个溺水王的美男子，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渔村里人们的生活轨迹。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有何魅力，能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它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改变？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完美的陌生人突然闯入你的生活，他不仅改变了你的生活轨迹，还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会如何反应？这个问题正是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所要探讨的核心。一、美与死亡的交织，生命的无常与永恒。世上最美的溺水者讲述了一个溺水王的陌生男子被海水冲到一个小渔村的故事。这个男子拥有令人惊叹的美貌，他的出现打破了渔村平静的生活。村民们被他的美貌所震撼，纷纷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马尔克斯通过这个故事，探讨了美与死亡之间的微妙关系。美往往是短暂的、易逝的，而死亡则是不可避免的终点。然而，在死亡面前，美却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溺水者的美貌不仅没有因为死亡而消失，反而在村民们的记忆中得到了升华。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无意义。相反，正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才更应该珍惜每一个瞬间，追求真正的美和价值。正如书中所写，他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是用金子铸成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在面对死亡时，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美丽。例如，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在得知自己患癌后，并没有被恐惧所吞噬，而是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追求他心中的完美。他的演讲和作品，至今能激励着无数人。他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是用金子铸成的。他的头发像海藻一样卷曲，他的眼睛像海一样深邃。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溺水者的美貌，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超越死亡的美。孤独与连接的深刻探讨。在故事中，渔村的人们最初对溺水者感到陌生和疏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被他的美貌和神秘所吸引，最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个过程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以及对连接的渴望。马尔克斯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以及对连接的渴望。溺水者的到来象征着一种外来的力量，打破了村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迫使他们面对内心的孤独，并最终通过集体行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连接。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孤独是人生的一部分，但连接和关爱同样重要。通过与他人建立深厚的联系，我们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书中所写，他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仿佛他是一个远道而来的王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在经历孤独和痛苦后，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例如，许多人在经历失恋、失业等挫折后，通过参加社区活动、志愿服务等，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仿佛他是一个远道而来的王子。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村民们对溺水者的尊重和关爱，更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连接渴望。3. 重生与希望的象征。溺水者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死亡，更带来了重生的希望。他的美貌和神秘唤醒了村民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和渴望，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马尔克斯通过溺水者的故事，象征着一种重生的力量。溺水者的到来象征着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打破常规、追求梦想的力量。他的死亡反而成为了村民们重生的契机。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即使在绝望和困境中，也要保持希望和梦想。通过勇敢地面对挑战，我们可以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实现自我重生。正如书中所写，他的到来唤醒了一种新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通过克服困难和挑战，实现了自我重生。例如 J.K. 罗琳 J.K. 罗琳在经历离婚、失业、贫困等困境后，凭借着对写作的热爱和坚持，最终创作出了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勇敢追求梦想。他的到来唤醒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溺水者对村民们的影响，更揭示了重生和希望的力量。4. 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
世上最美的逆随者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将现实与幻想完美融合，创造出一个既真实又超现实的世界。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流派，它将现实与幻想结合在一起，通过夸张、象征等手法，揭示出生活中隐藏的真相和深层意义。马尔克斯在书中运用了这一手法，使得故事既有现实的质感，又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这种写作手法不仅增强了故事的艺术感染力，更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人生和世界。通过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关系。在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家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例如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的《午夜之子》Midnight Children 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印度独立后的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他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是用金子铸成的。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溺水者的美貌，更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赋予了这个故事一种超现实的魅力。5. 集体与个人的冲突与融合。在故事中，愚蠢的人们最初对溺水者感到陌生和疏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被他的美貌和神秘所吸引，最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个过程揭示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马尔克斯通过这个故事探讨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溺水者的到来象征着一种外来的力量，打破了村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迫使他们面对内心的孤独，并最终通过集体行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连接。这个故事提醒我们，集体与个人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通过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也能为集体做出贡献。正如书中所写，他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仿佛他是一个远道而来的王子。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实现了个人与集体的融合。例如，许多志愿者在参与社区服务、慈善活动等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仿佛他是一个远道而来的王子。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村民们对溺水者的尊重和关爱，更揭示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融合。通过以上对世上最美的溺水者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美、死亡、孤独、众生、集体与个人等问题的思考。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以其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生命中那些看似矛盾却又相互依存的元素：美与死亡，孤独与连接，众生与希望，集体与个人。马尔克斯通过这个故事，激励我们珍惜生命，勇敢追求梦想，并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并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让我们像书中的村民们一样，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珍惜每一个瞬间，追求真正的美和价值。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他的到来唤醒了一种新的生活。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渔村的人们一样，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溺水者，并从中获得新的希望和力量。谢谢大家。